这份资料里解答了有关我论文数据的一切质疑。你看出什么来了？这里面有清晰完整的数据采集过程，还有当事人授权书和神经治疗机构开具的证明。这些资料可以完美应对我们之前对他论文数据的质疑，他是有备而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预判了我们之前所有的预判？这些数据确实没有造假，我并不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，因为这篇论文里面所有的临床数据，都是我在治疗来访者的时候亲手记录的。安静安静啊，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我提供了这么多的证据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光凭一张嘴就说我盗用你的数据，大家不觉得可笑吗？季明聪，你到底在垂死挣扎什么？在第6次会面中，来访者的情绪自评量表波动幅度减小。根据你的分析，这种变化是家庭焦点干预的结果，却没有考虑过治疗同盟发生转变的因素。在这篇论文中，只有大量所谓的临床数据，唯独没有任何来访者对咨访关系本身的评估。论文切入的角度不同，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是角度不同，还是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？或者这组数据的前提是我排除了焦虑障碍、物质滥用等共病诊断的被试者得出来的数据，在你论文中并没有提及相关的筛选过程，这足可以证明你没有亲自参与实验，而且以你现在的临床经验，根本没有能力驾驭一形双向这种难度的案例。是吗？你怎么就确定我没有这个能力？我感觉好多了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这个声音不对。你听出了什么？我感觉好多了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季明聪，你能告诉我这份视频资料中的这位女士是谁吗？你提供不了任何证据，因为她是我的被试者，也就是我论文提到的 F。这个 F 是之前师姐那个来访者吗？别偷看，时机到了再要安排。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？我没有看过内容，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好像还挺重视的。刚才听出来那是什么东西？没关系。哎，你还记得自从华邦评议那次我们听的声音吗？或许我们往往身处在黑暗里头，才能捕捉到那些不容易忽略的声音。是之前师姐那个是什么特殊的案例吗？别偷看，我没有时机到看过内容了再要安排。就是老师对这个案子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没什么，我觉得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，杨老师。季明聪，我拿出了所有证据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问题。姚小姐，你确定这视频里的是你的被试者吗？当然。那你可以提供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，还
还有时间吗？去年夏天，在海市。你确定这段视频是你亲自拍摄的吗？我确定，但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。F 参与项目的时间很长，摄影记录超过了100个小时。不过我确定，他穿过这条红色裙子。那么你的论文确实存在盗窃他人临床数据的问题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就在你刚刚播的那段视频当中。不可能。先别着急否认，能不能把这段视频再重新播放一次？清者自清。你认为呢？我申请中场休息。听出什么来了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预告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眼睛是很容易欺骗人的。可以通过环境的布置，把冬天变成夏天，把夏天变成冬天，更有可能把一座城市变成另外一座城市。然而声音却没那么好掩盖，但是很少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当中听出不同声音的特点。刚刚这段视频当中，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把声音调大，再听一遍。可以的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我爸妈说过了，他们同意我参加这个项目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没什么，我觉得这回呢，有听到什么吗？嗡嗡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听不清啊。没错，嗡嗡的声音，大家听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声音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那您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了吗？是歌哨。没错，是歌哨的声音。姚小姐，看您的反应，好像并不知道歌哨是什么呀？那又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吗？歌哨是一种拴在鸽子尾巴上的哨子，随着鸽子飞翔，哨子会发出声响，而这种声音最容易出现在京北市。当然，很多没有在京北市居住过的人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。然而，随着这几年玩鸽子的人越来越少，这种声音在京北市也很难听到。姚小姐，那我想请问您说的这段视频是去年在海市拍摄的，可视频当中为什么会有歌哨的声音？难道就不允许有人在海市养鸽子吗？好，我暂且同意你这个观点。那么，为什么视频当中歌哨的声音被分成2段了呢？你一开口说话，歌哨的声音就会消失，甚至在来访者提到你的姓姚这个字的时候，歌哨的声音明显产生了断裂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？姚可欣啊，你知道这个结果可是要关系到你的前程和声誉问题，你能不能给大家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？或者你能提供这个病人的联系方式，让他来为你作证？对。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姚小姐的声音是经过后期剪辑的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检查音轨。
今天的听证会到此结束，校方将在会后继续求证实验资料的可信度，全力查清事实真相。赫顿，同样是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就因为她是你的老师，你就要帮着那个恶魔一起来伤害我吗？姚小姐，请你不要混淆视听啊！是你自己没法解释他提出的质疑。我需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冒充记者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我，还是解释姬明聪和他的高徒是如何捏造虚假证据来陷害我的？姚可欣，任何的指责都需要证据。那你可以回答我关于你论文的质疑吗？你可以提交有关于你被试者的联系方式吗？只要你提交了，比你在这儿说100句都更加有力。你要我提供我被试者的联系方式，那他呢？他能提供他所谓的来访者的联系方式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你这是在狡辩。我想学校既然已经答应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，那么我的建议是，我不能。我答应过我的来访者，对他的身份要严格保密。我今天向公众提出这份论文的数据与他有关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已经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姚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这份资料，但我绝对不会再提供有关我的来访者任何的信息，也希望姚小姐停止对我的诽谤行为，不要再泄露来访者的任何资料。闹剧就此打住吧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结果你们定吧。姬明聪，你现在就想走了吗？你以为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天衣无缝吗？你要证据是吗？我多的是。昨天发生的一切，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。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，愧对于自己的身份，愧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。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卑劣无耻的内心。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，无数次的在脑海中勾勒着我们相爱相拥的影像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渴望你，从哪来的？渴望我们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渴望你爱人的身份。这是你给我写的悔过书，你忘了吗？季明聪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色鬼！赫顿，你好好看看，你敢说这不是季明聪的笔记吗？你还要再为他辩解到什么时候？教授，你怎么了？教授，你没事吧？药呢？那药在哪儿？药在哪儿啊？检查衣服了，帮忙！没事吧？走。教授，喝点水吧。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。没大事儿，就是一口气倒不上来，吃点降压药就好了。现在吃吗？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想问听证会上的那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也看出来了，这听证会啊就是个幌子，姚可欣就是枚棋子，他们要的不仅于此。所以你早知道他背后有人，这就一开始你不让我参与的原因。这都是以前的恩恩怨怨，我不想让你管，是不想让你搅和进去。但你哪一次听过呢？
所以这场听证会是为了引蛇出洞。见招拆招罢了。教授，那你这次有看出什么吗？或者你有怀疑到什么吗？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，但我答应过某个人，绝不可以再提起关于他的任何事情，哪怕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把他牵扯到这些风波中来。他是谁？是这封信的主人公吗？教授，这封信我见过，那上面的字迹真的是你写的吗？既然你已经有了答案，何必再问我呢？昨天发生的一切，是我此生犯过最大的过错。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。狗王，你还是个心态。要不是季明聪，你妈都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上次在您家看到一个紫色的盒子，还以为是季夫人的。你朋友给我的，这是一个朋友吗？身后呗。这能讨点什么呀？季教授睡着了，回家了。再陪我待会儿吧。我看到他吃药了，身体应该没有大碍，别担心。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？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想帮他根本帮不到。我不知道他是自己有安排，还是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心里就是很乱。你知道刚才我进去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让我好好照顾你。季教授是很关心你的，只不过是现在啊，你们有不同的想法。他应该也知道你是担心他，他不想让你参与进来，可能是怕影响你的生活。可是我不能置之不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亲的除了家人、朋友，就是季教授了。当然，现在还有你。哎，说真的，你觉得季教授会爱上廖可欣吗？我不觉得季教授是那种罔顾道德、公私不分的人。那封信一定不是他写给廖可欣的，但有可能是作为咨询师写给他的来访者的。其实我觉得那封信更像是一封情书。不可能，他在咨访关系里非常敏感，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情，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。你还记得那封信开头的前两句吗？我违背了一个心理学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，愧对于自己的身份，愧对于自己的职业，愧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的信任。那封信在忏悔自己的同时，也在表达爱意。我能感受到季教授在写那封信的时候的痛苦与挣扎。按你的分析，那封信就证明他犯了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了。何丹，不能这么想，这人无完人，不能因为我们去信任一个人，就不允许人家犯错。他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犯错，都有自己的苦衷。不能因为我们选择相信某个人，就强行的去要求他必须得做到完美，那样活得太累了。我看你现在挺累，要不要我帮你松快松快？怎么了？啊！怎么了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啊！别装了，你根本没有那么使劲，好吧？你有，你就是在季教授你使不出劲儿来，全在我这使出来了。
我看看哪儿疼啊？这个。有情绪呢，我们至少发泄出来，这没错，是吧？来，男朋友专属。拒绝。好了，我只是在假设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。这个事情当中呢，他一定有隐情，但是季教授有他自己的固执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如果你要是真的放心不下，那我就陪你查下去，咱们查到底。啊，干嘛用那么崇拜的眼神看着我？觉得你傻乎乎的，还挺可爱的。田开义，谢谢你这么认真安慰我这么久。不是男朋友应该做的吗？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回来了，这么大火气啊！喝口茶吧。录像带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把信也给他？幕已经拉开了，当然是越热闹越好。我以为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后悔了，信的性质跟录像带有区别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再说姬明从身边有何盾，今天要不是那封信，姬明从就脱靶了。但是你的那封信相当于把他暴露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底下。不然就等到你找到佛堂的时候，你亲口问问他，为什么扔下你不管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目的只想找我妈，别的事情我都不想做。如果以后没有必要，我们俩可以不用联系。很多事情一旦开始就不能回头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结束。你会后悔的。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教授，药呢？田开义，田开义，过来帮忙！哟，怎么这么晚又回来不打个招呼啊？妈妈，我想你了。前天不是刚回来，怎么又想我了？怎么啦？前天刚回来，今天就不能回来啦？今天不能想你啦？不能充电啦？想，充电，天天想吃什么，妈妈给你做去。不用了，妈。我的老妈呀，我听见你看新闻了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有这超能力啊？什么超能力啊？你这门没关严，我在门口就全听见了，想不听到都难。真的是老了，都不知道关门啦。哎呦，老了。妈，你觉得对于姬教授这个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他们不都说是有个女孩陷害他吗？可是也有很多人说不相信姬老师，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要隐瞒我。隐瞒你？今天钱开也跟我说，当你很相信一个人的时候，可并不代表这个人他不会做错事情。我想想，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心里还有点难受。你说姬教授这个事情，我是管呀，还是放手不管了？这个真要看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。
哎呦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嘛，我还是想问问您的意见。这么问你吧，你是在乎他这个事情做错了呢，还是说很在乎他隐瞒了你？这个很重要。身为他的学生，我希望我的老师是德高望重的，而且很多时候，我其实把他当成我的亲人。我不希望他身上有污点。也就是说，你害怕他让你失望，你过去对他的敬仰、崇敬，一切都毁灭了，是这样吗？而且我觉得他不信任我。我总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就是故意想让自己很被动，好像想让自己受惩罚一样。那真相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觉得顿顿，你真的不应该强加于别人一切对你坦白，包括情感，包括情绪，包括所有重要的事情，没有这个义务，人家。我也不是很了解你们教授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记住，妈妈永远是和你站在一起的。你要怎么样，妈妈就陪着你怎么样。哎呀，果然哈，相比男朋友来说，还是老妈厉害。一样的话，可是说出来就是感觉不。刚才跟我说“男朋友”3个字，谁呀？谁？我今天回来，这不正想向您坦白来的。那我先猜猜吧，是那个钱开义。太好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唐丽丽，你有事儿啊？你精神重创啊！你穿成这样，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乖巧伶俐、干练清新？倒也是了。你穿我这套衣服吧，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感觉。真的吗？你别吼了你，是不是有情况了？就是这样的啊。我呢，打算开始做良好公民了。你以前就不是良好公民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打算进派出所那次啊？这不是那接警员吗？就他。人民警察根正苗红的，可以。老何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想明白了。我被自己过去的经历束缚太久了，我不要再依附自己害怕失去的，我要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。我给你洗脑洗了这么多年啊，还不如这爱情的力量大。不过恭喜你，才不是呢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没有你过去的谆谆教导，哪有我现在的茅塞顿开呀？我决定啊，为了感谢你的服装指导，我自愿承包一线期家务，怎么样？我才不信呢！哟，跟钱一出去啊！你这样烦死了，那个黏糊蛋！好了，你快走吧，这我来搞定了。钱开义，我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我要做姚可欣的专题。哎，你看路好不好？姚可欣又不是洪水猛兽，没有那么害怕的。不是，何顿，这件事我不太赞成啊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你放心吧，我既然想好了，我一定把这个话题做得很好。但有一个道理啊，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尤其是咱们做媒体的，在这一方面更敏感。
到时候所有的火力全集中在你身上，你逃都逃不掉。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，那我们要做的不就是向大众提供更多选择的角度吗？给他们提供辩证思考的渠道，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履行的职责。这个道理我懂，但是你一旦发言，不论你说什么，听众更在乎的其实是你的身份，你能明白吗？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专题一定做得不会很差的。而且，《心扉夜话》也是我的节目，我不想让小丽跟东子在台里过得太艰难。你这么做，不会是为了我吧？女侠老妈赏的，尝尝。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可以？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办事儿啊。看着不像有什么事儿啊。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吗？有啊。你帮我把它吃了吧。啊，我特意掐着饭点来的。我还给你带了咖啡，你要是下午吃饱了犯困的话，可以喝。尝尝吧。我是公职人员，这是我办公的地方，你这是让我受贿呢？不是警察叔叔，吃个饭而已，你不用给我扣这么大帽子吧？哎，咱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这不知受贿是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俩沾亲带故了，你就可以吃了？你这人怎么每次见你都是不一样的感觉呢？那你对我什么感觉呀？你要是再不走，就是妨碍公务了啊！不走，那你把饭吃了我就走。说了，我不吃。浪费就是犯罪。行吧，反正我就放这儿了，你想吃就吃。那我不打扰你办公了啊，拜拜。不能犯罪呀！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时间访谈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卓。最近听众们对于心理问题的关注很是热情高涨啊，心理学会更是频频登上热搜。本期时间访谈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，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师的职业性质以及校园性侵的话题。您好，文鹤。主持人你好。温老师，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温鹤。我听说咨访关系结束后有一个3年期的规定，在这3年之内，咨访双方不能发展任何亲密的关系。这种伦理要求是一种很强制的规定吗？这是一种规定，没错，但更应该是心理咨询师去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。那3年之后呢？如果3年期结束了，就可以重新发展了吗？3年期只是一个缓冲而已。作为一个职业的心理咨询师，在咨询当中应该要避免双重关系。结束之后，也应该做好与来访者不再搭建任何关系的准备。所以，如果3年之后会产生亲密关系，就应该去考察这段关系的性质，以及这个心理咨询师他的职业素养。
没有想到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阴阳人。但是他那样的人居然帮李薇讲话。我不知道贺顿是谁。我当时看李薇的节目还挺喜欢他的。觉得李薇和姚可欣都很可怜，就是希望那个女主持人不要再借着他们炒话题了。大概也就是为了节目收视率吧。只要他玩双标，这种人太恶心。如果不是因为季明松是他的老师，他会这么帮他吗？丽丽，要不要吃早饭啊？汤丽丽。啊，怎么了？藏什么呢？没什么呀。啊，老贺，这些人就是无中生有，他们说话根本就不经过大脑的，你别听他们的啊。了解你的人都懂你，不了解的人根本就不重要。你放心，不管多少流言蜚语，我们这些人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老贺，你要是难受你就说出来，那实在不行你哭出来也行，我陪你。你这样容易憋坏的。有问题。啊？听证会刚刚结束，就有人把我跟教授的关系拿来大做文章，这动作可真够明显的。你在想这个呀？针对教授的人没有放弃，现在把矛头指向了我。关键你一个季教授的学生，他们攻击你干嘛呀？现在能为教授说话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如果我被击垮了，对教授来说是更大的打击。对方想看到的就是这个。这也太坏了吧！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看着呀。不就是找媒体澄清吗？谁不会？我现在就给钱财一打电话。不能澄清，这种事情越描越黑。如今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，等对方露出尾巴。佳慧，我原来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喜欢在这里当缩头乌龟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借个厕所。好，就在最里头。录像带是你拿的，我不过是用了一点小手段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利用了你的2个好学生为 F 档案做掩护。你到底是谁 ？F 档案还真是不好找，我差点就放弃了。所以，不然我怎么能见到季教授惨败的模样呢？佳慧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有什么恨，你就冲我发就好了，不要伤害他。他在哪？我会告诉你的。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。需要安静的疗养。天哪，听说了吗？听说了吗？哎，咋了？天咋的了？天塌了？嘘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刚路过茶水间，我听见王卓和温鹤的对话了。王卓说他们节目效果特别好，观众对温鹤那叫一喜欢。那跟咱有啥关系啊？王卓说要多做几期心理咨询类的节目，要让温鹤做固定嘉宾。啥玩意儿？这不和我们一样了吗？这是抄袭啊！就是，而且更气的是，王卓说温鹤更有媒体感，说潘台有意让温鹤取代我们贺老师的位置。这话是王卓说的。完犊子了！完了。
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，而且有很多点。为什么会聊会短？开义，我和王卓在聊事情里。安台，那你们先聊。你先别走。您之前特批把张勇弄走也就算了，现在节目就剩我们几个人，好不容易把新飞夜话给撑下来了，磨合了这么长时间，你又要换人。台里还没做最后决定。钱大主播，安台这么做肯定也是为了节目考虑。你这么冲进来，不是为难他吗？我是怕他被有些小人的花言巧语蒙蔽了。钱开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还没问你是什么意思呢。你找了个心理咨询师也就算了，连做节目的选题也跟我们一模一样。你这么喜欢新飞夜话，干脆过来跟我混得了。我是听说你拒绝了校园性侵的提案，我才拿过来做的。那你听说过吗？我后来要向班台提案了。开义，是我让王卓这么做的。我知道你很能干，也很有想法，但是你要想想，你的想法重要还是台里的想法重要？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换掉贺顿，你自己问问你自己，你珍惜过我给你的机会吗？事实证明，你们这一期节目的成功，是因为新飞夜话的模式正确，但不能证明这两个心理咨询师哪个更受欢迎，对吧？一样的形式，一样的内容，不是高下立判的吗？那你敢跟我比一比吗？啊？我们各凭本事做一期节目，看谁的收听率高。钱开义，别胡闹！这个消息爆了！你听到什么了？行了，差不多走吧啊。那我们就互相切磋一下。